但是，跟我们中国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和关系吧，远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加坡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主要国家里面最后跟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才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新加坡这2根签都没抽到。但是新加坡抽到一根什么签呢？抽到了一根上面写着李光耀，我觉得这个签抽到了是新加坡人民和新加坡这个国家，这个在当年这个纷繁的世界上，非常幸运的一点。我个人认为李光耀是人中龙凤啊，这个李光耀在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都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很多的中国人，都觉得新加坡好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分店一样，中国人在海外开了一分店叫新加坡。不光是中国人啊，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太了解世界人都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刚刚前2天跟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新加坡的，但是他是印度裔的新加坡人跟我们讲说他去，而且还是美国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啊，叫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美国公立大学里最好的几座之一，居然在他的入学的学籍卡上写的是 Singapore.China， 就是他们都以为新加坡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城市，当时让他很愤怒，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新加坡就是咱自己人，都是中国人，都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新加坡虽然是主要由华人组成的一个国家，但是跟我们中国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和关系吧，远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加坡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主要国家里面最后跟中国建交的国家，1990年才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大家知道这个英国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1950年我们刚建国就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代那其他的社会主义国不说了就刚建国，苏联东欧但后来陆陆续续到70年代的时候，连美国、日本这种长期以来跟我们这样的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不是像大家想的咱是一家人另外一个为什么选新加坡呢？因为其实当然我自己不是一个研究政治或者是什么的学者我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在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在我们生存这个星球上建立起一些叫国家的东西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一个国家是怎么诞生的，一个国家是怎么培养起自己这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国家如何让世界尊重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去爱这个国家新加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可以来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诞生，人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国家，为什么新加坡这个国家这个在这个不能叫强国在这个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大国环绕中间，相对于新加坡来说那些都是大国了坚持到今天，而成为地区领袖国家成为全世界尊重的国家成为这个屹立于今天这个世界的前列的优秀的文明的国家这是怎么来的？所以今天先从新加坡给大家聊起，然后未来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国家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千头万绪从哪儿说起呢？这个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从一个真的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这世界上像新加坡这么一穷二白的国家还是很少的。比如说大家都没有石油，那很多下面也没有其他矿产，也有很多但是新加坡是连水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水都要从马来西亚通过一个海堤运过来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资源匮乏的国家还有什么国家，那我觉得新加坡已经无出其右。所以我这个经过这几天跟很多新加坡的人，包括上至国宝这个几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国宝级的知识分子除了国宝孙燕姿就是没跟孙燕姿聊，这之前已经认识了，这次认识的是其他老一代的国宝艺术家知识分子媒体人研究历史的下至咱们不用贩夫走卒了吧，下至就是非常非常平凡的新加坡人民聊天。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感觉，接下来跟大家仔细先聊一下我这个深切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新加坡是这个世界上幸运的民族，幸运的国家，就是它就是那个叫 lucky draw， 就是抽着好签了。当然这世界上幸运的国家有很多有的国家是抽着好地方了，比如美国一抽着这么大一块的地方，然后下面有石油、有煤、有铁，有什么都有，森林在上面，大河流过一切都好，气候也好有的国家是抽到一个
一个单一民族，这个民族骁勇善战，这个民族这个如何，这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坚定的生存下来。这个新加坡既没有抽到这根签，说这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也没有抽到那根签，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如何相反，这根签在新加坡这里反而是负面的，就是它是一个多民族移民的国家，而且这些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历史、信仰、语言、文化、文字都不一样这大家知道，在这世界上多民族国家都是比单一民族国家要有多的问题和多的那种弱点，就是容易被瓦解的弱点。大家看到那么多民族国家最后分裂了所以新加坡这2根签都没抽到，但是新加坡抽到一根什么签呢？抽到了一根上面写着李光耀。我觉得这个签抽到了是新加坡人民和新加坡这个国家这个在当年这个纷繁的世界上非常幸运的一点。这个李光耀个人以及这个党的选择就是整个新加坡的选择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过很多的国家也赌过这样的国运，就是我们把国运寄托在一个党一个人身上，但是成功的国家寥寥无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这个因为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态度我并不是来夸奖一个党一个人，或者是我来讲一个，但是我觉得真心的，因为我们问了很多人，我们问了每一个人说你觉得李光耀怎么样我应该这么说，这个说李光耀坏的人是一个都没有上至这个社会得意阶层，上至这个留学美国回来创业发财的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国宝，下至这个国家最底层的每天辛苦的劳作着，然后挣一点点钱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李光耀不好，几乎所有人都说厉害。这个厉害里包含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首先它包含了一个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说不好？就是不论你以什么样的强势的方式，但是你至少把新加坡这个国家从当年的那样的一个混乱的过程中，新加坡实际上是连续赌了2次。第一次是被迫拉进一个赌局，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加坡最开始大家知道是跟马来西亚一起独立的，是由这边的马来亚，然后新加坡，然后那边的那个沙捞越、沙巴组成的一个大联邦一起独立的。独立的时候，整个马来西亚里面那么多个邦几乎全都是由穆斯林的苏丹来领导来统治的，所以等于是一个苏丹大联合但是只有新加坡当然是最大，是由华人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新加坡很强大本来就是英国在整个这一片殖民地的中间最重要的堡垒就在这里大家知道，因为新加坡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正掐住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的咽喉所在，不管你南北还是东西，正中间就是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扼住整个东西交通，然后从北往南过了南海你要往印尼澳大利亚方面去，也是新加坡。实际上新加坡是一个 keystone， 就卡住这个咽喉。所以英国在整片殖民地里，新加坡是承重的地方，也是战争期间最大的堡垒。大家知道，2战期间这个东南亚除了菲律宾以外，最大的战役就是日本占领新加坡。当然，当时英军8万英军最后很可耻的投降了但是说明这个堡垒就在新加坡。那一个强大的，不是由苏丹统治的，不是以穆斯林为主的新加坡让整个的这个马来西亚各邦的这个首领吧感到比较恐惧再加上大家的制度各方面都不一样。新加坡是要求平等，种族平等、宗教平等，这是新加坡一直坚定的要求，也是后来独立以后坚持到今天的最重要的国策。李光耀本人又很强势，那马来西亚最后大家一起开个会，把新加坡等于是踢出去了，说那我们不要你了，谢谢您自个儿玩去吧。新加坡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情况，什么叫毫无准备？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外交、军事，这是最重要的。我得有军队吧，要不然我怎么成为一个国家？我这谁都可以拿一个鞭子就拿一个手枪就来了，那我这叫什么国家？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国际上强大的那种支持跟背景，因为当时新加坡并没有想要独立国际上各方面也没有设计说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那所以新加坡在一个非常窘迫的情况下被整个的马来西亚联邦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时候人民坚定的说，那来吧，咱们就赌了。我们这个国家虽然人少，小国寡民，我们就要自己坚定的站起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是选择了李光耀，选择了这套制度。我个人认为李光耀是人中龙凤这个李光耀在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都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因为在那些年代，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很多政治大师，有自己的主义，有自己对国家的远大理想，以及有对自己对人性、对世界的清楚的认识，奠定了一个国家，到今天一直在世界之林。其实，在那样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我觉得李光耀也是一个，也堪称人中龙凤。李光耀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移民的国家，这多民族都是移民，大多数。这个其中包括最重要的3大民族啊，占了75%的华人，啊，华人当然还分成不同的华人啊，一会儿我们再去细讲，啊，占了14%的马来人，就是穆斯林，实际上马来人，然后占了9%的印度人，啊，所以这3个民族完全不一样，信完全不同的宗教，这儿有信佛道的，啊，这儿信穆斯林、伊斯兰教的，这儿信印度教的，啊，说的语言完全不一样，华人自己就分成不同的语言，然后这边说马来语。然后这边说的是泰米尔语，这个首先变成这么一个，然后是一穷二白，啊，当时新加坡确实一穷二白，而且还找不到说到底我们要怎么生存下去，这国家以什么来立国，啊，同时还面对着不同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是个动荡年代，啊，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50、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个思想动荡的年代，不光是第三世界国家，不光是这些贫困的国家，其实发达国家在那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动荡的年代，所以当时李光耀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如何取舍啊？什么优先？怎么样先做起来把这个国家？这个我觉得李光耀先做的选择，把人民先留住，把人民先稳定住。因为大家知道，全世界人民最终实在不行还有一双脚。当一个人民用脚投票离开了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叫一个国家了，啊！所以我觉得李光耀首先他高瞻远瞩的，先挣钱当然是要重要的啊，人民要生活。但人民首先要不生活在恐惧中，啊，怎么样让人民不生活在恐惧中，让这个国家就是不论大小民族啊一律平等，而且新加坡是真正说到做到的，不论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新加坡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小，因为地域太小，退无退路，周围就是大海，就没有地方可退，那就要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得生活在一起，啊，没有像美国咱们那么幅员的辽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啊，美国是因为四周没有外敌，他最强大，那他可以慢慢自己来，那中间就这样自己还打起内战来了。其实内战跟种族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打起了内战。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是内战，啊，内战里打死的美国人比美国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加上朝鲜战争，加上越南战争，一起死的人还要多，就是美国在内战中牺牲的美国人。啊，美国以这样的号称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最自由平等、最民主，然后居然是付出这么多的惨痛的代价，用了200年的时间，做到了说大家种族平等。我们生活在美国西岸的华人到今天确实不再感到说啊有什么歧视啊，有什么这些。但新加坡在时不我待，现在就要做，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而且周围不像美国周围就一加拿大、一墨西哥，没人威胁我。这个新加坡周围环伺着一大群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其中包括以穆斯林为主的这马来西亚，其中包括大量穆斯林的菲律宾，整个环绕着新加坡，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国土面积，没有退路，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当时就规定了，新加坡的国语规定的是马来语，不是占75%的华人的这个华语，为了跟周围最近的这些国家能够，至少是马来西亚这些邦，大家能够说啊，我们其实没有离你们那么远。然后官方用语是英语，啊，这英语当然了，因为英国做殖民地这么多年，这个先来这个华语必须推到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位置，就推到比如说和泰米尔语，啊这种语言平等的位置。然后一切的制度，啊都是建立给一个有这个比例的多种族的国家的制度。比如说我们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我觉得特别聪明，就是当然大家知道新加坡有一个最好的制度，全世界人民都羡慕，因为美国也没这制度，美国也是你穷你活该，你睡大街。那美国到洛杉矶看，那整个东六街上的 homeless 扎起的帐篷一大条，那新加坡你看不到。那新加坡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就是政府主义制度，政府用钱来给大家盖楼，然后以这个很低廉的价钱卖给大家。啊，当然你再穷也可以用更低廉的钱租给你，甚至以个位数计就可以租给你。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咱们不能道听途说啊。来到新加坡，我们真的做了调查，我们问了街上的很多人，我们每打一辆出租车都问出租车司机说你买没买政府组屋，然后都说我买了。所以就首先用政府组屋把人民留下，说这个
，this is your city, this is your country， 你在这儿有立足之地，你不能说你非要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人，你要逼我爱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没有一寸土地都是是我的，我工作1年买不起1平米的地，这国家为什么是我的？你为什么要逼我爱国？所以单一民族国家还可以说你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那移民国家怎么说？你不能说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啊。当然了，底层人民也表达了一点那个抱怨啊，说啊，当年1970年代的时候，8000块就可以买一个祖屋啊。新加坡币跟人民币这个汇率啊，是新加坡币乘以5就是人民币，所以8000块钱买一个政府祖屋，而且是3室的啊，同志们，3室的，8000块钱乘以5，1970年代，后来慢慢变成1万块、2万块、3万块。啊，近几年因为整个经济也起来，然后当然伴随经济起来，当然会有通货膨胀等等等等，再加上这个移民各方面原因吧，大家开始抱怨说祖屋开始贵了，但是抱怨的贵是贵成什么样呢？大概20-30万新币了，这个能买一个祖屋，当然你买不到最好的啊，最好的生活还是要靠奋斗，啊，这是每一个移民国家的另一个国策，说不能说大家都不用奋斗，那移民国家来干嘛？啊，海边的什么那都是人家自己富人的，这不说。但是这不用看见海的地方，这个还行的地方，20-30万可以买一套，当然已经开始有牢骚了啊。但是相比于某些国家，从一开始就买不起，这牢骚实际上是有点给惯的。说你8000块能买套房子，你今天当然是有牢骚了。就像曾经在那个时代单位可以分房的人，那今天对于买房当然会有怨言。但是这对于奋斗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一想起来，这都不是怨言。你让美国人想这房价，或者你让中国人想这房价，我觉得新加坡人很幸福。但是就在这个祖屋的政策里，从最根上，因为这个房子是人们的最根本，首先体现了民族平等，不但是民族平等，而且政府有意识的不产生像美国似的，就是大家聚去，这儿有 Chinatown， 啊，比如在洛杉矶 Encino 住的全是犹太人 ，Monterey Park 住的全是中国人。华人，然后黑人都住在 downtown， 然后白人住在什么马勒布什么这些地方，不行。新加坡因为没有辽阔的土地，有这个回旋余地，所以必须上来就让人民学会在一起。所以怎么做呢？就按照人口比例卖这个政府祖屋，政府祖屋每一栋就是华人占75%，然后这边占10%几，马来人，然后印度人占9%，差不多就这个比例。所以当你华人再去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对不起，华人的指标用完了，你只能去那儿买了，因为我们这儿要卖给剩下的是卖给马来人、卖给印度人，所以从这儿开始，我们这个国家就是由这几个民族组成的，所以我们就要从生活就在一起，啊，由于祖屋是按照这个卖的，那学校自然就这比例了，因为大家知道，大家上学都是在社区就近的社区学校开始上学，那于是在学校里就是按这个比例，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那从小大家学会了和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啊，虽然不是像瑞士一样。大家恨不得生下来都会同时说北部的德语、西部的法语、南部的 Locano 的意大利语，但是至少大家能了解你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你的宗教。那接下来，新加坡大家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要有强大的这个国防力量，就是所有的男性都要当兵，啊，所以男性当兵的时候，这是我们问到每一个新加坡男性的时候，都跟我们讲到这个好处，就是当去当兵的时候，你就不分种族，只分官衔高低。就长官就是长官，甭管长官什么种族，就是你长官，就可以骂你，啊，士兵就是士兵，那咱们都在一起进行强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加坡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强大的，每天在学校里，每天啊，不像美国学校礼拜一升个旗然后唱一下，这个每天都要宣读，这个叫 National Pledge， 就是叫做国家誓约，或者叫国民誓言，就是每天都要宣读。那基本内容歌词大意就是这样的：我们是新加坡公民。我们不分种族、语言、宗教，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建立这个国家。让大家一起当兵，那当兵是一个，他们都跟我们讲说，我们去当兵一起，各个种族其实是一个最好的 bonding 的过程，就是大家建立起默契，建立起情感，建立起这样的过程。然后大家，不管你长什么样，都是秃瓢，然后不管你家有钱没钱，都穿绿的，所以这一下子就平等了。然后大家平等在一起，然后大家出来看这个国家，然后大家一起。保卫这个国家，虽然是个弱小的国家，现在不弱了啊，现在是一个强的，面积小但是很强大的国家。这新加坡国防现在在整个亚洲都是第一流的。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国家，这么点小，500万人口，新加坡的空海军都是亚洲第一流的，啊，陆军虽然小，但是装备战斗力都很强。包括在这个选举中间，你要选议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按比例选，就议会里一定要有
比如说集权区里选，那就一定要有华人，要有马来人，要有印度人，然后一起代表各个民族来到议会里，啊，其实也包括他们之前总统不直选的时候，啊，过去新加坡总统是任命的啊，新加坡总统是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4种人轮流当，这一种人叫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一种人叫 Eurasian， 就 Eurasian 的 European Asian， 直译叫欧亚混血，但是其实就是混血了。可见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家对于种族平等已经要平等到这个地步，就是咱们9%的种族都不能再欺负往下的，再往下剩下的大家算一下啊，其实还差了2%，这2%就是他们也要有权利当一次总统，所以要这样来当总统。这个4个轮流当，当然现在开始这个普选了，啊，普选就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人民经过这么多年的种族平等、宗教平等、种族平等、宗教平等，就是在每一个地方从小到大的这样的灌输下，其实已经进入到自觉的程度。经过这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不需要人们我们问了很多人，大家都说很自觉。比如说大家多种族一起吃饭，一大桌坐下来，大家就会自动的去点那些穆斯林能接受的食品。其实穆斯林也可以接受你跟他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时候，你吃猪肉，他只要自己不吃就可以。但是其他种族的人也会自动的就说我干嘛？咱们大家就已经形成自觉。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李光耀政府或者这个人民行动党立新加坡的立国之本，这个东西站住了脚，这个国家就在一起了。大家只要能在一起，穷或富啊，大家都能在一起，那这个国家就成立了。当然，另一个估计大家都看到了啊，今天新加坡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在缆车上坐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说：“哎呀，这缆车危不危险？会不会掉下来？”我们就说：“这是新加坡哎，会掉下来吗？”就说明新加坡已经在大家心目中建立起了。当然，新加坡用它的那么多年的奋斗，那用了无数个东西，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包括新加坡这个、新加坡那个，啊，大家建立起来的，大家对新加坡的印象就觉得新加坡这怎么可能这东西掉下来呢？所以从这小事上就看出这个国家今天的成功，啊，世界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尊重，这个不用大家去歪曲。我最烦的就是说，你不管啊，你闭上眼睛听我给你讲我的成绩啊。清朝的时候我们只有1万公里铁路，现在我们有10万公里铁路，啊，清朝的时候我们只产3000吨钢，现在我们产1亿吨钢。不用，谢谢你不用给我念这些数字。每个人都长着眼睛，都长着耳朵，都能听到别人怎么讲这个国家，都能眼睛看到这个国家的进步。那我20年前来过新加坡，93年，那今天这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20年前的新加坡也已经比再20年前的新加坡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大家同时从1200开始，别的国家还有资源，印尼有石油，马来西亚有石油，然后这什么都没有，就开始了。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酒店厢来看新加坡繁忙的港口，新加坡的港口成为世界第1大港。新加坡这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下南洋的民众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啊，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真是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既没资源，也没有高素质的人群，啊，什么也没有，周围国际环境也不安全，等等等等。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带领下，最后走上了，应该说非常精英的经济的道路。从开始，当然最开始当然还是要做一些艰苦奋斗的事情啊，制造业呀等等啊，几乎像亚洲4小龙起飞的时候差不多。但是新加坡人民靠了勤勉，以及靠了政府的智慧，政府就像管理一个公司一样在管理，就随时调整各种政策，就同时要抓的是既要有经济，还得培养人才，还得办教育。因为确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应该这么说，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个半文盲的国家。这个精英知识分子是极少，只有少数去英国留过学的，以在中国上过大学的啊，少数这么2种精英，就是李光耀就是去代表从英国上过学回来的那种精英，那整个国民的素质出在那个情况下，所以要怎么办呢？又没办法说咱们有人咱们就找工作就好了，咱人也没有，所以要不停的产业升级，咱们先干点力所能及的。那新加坡当然也干过卖方便旗这种事儿啊，大家知道方便旗就是，美国的船不想挂美国旗。因为你一挂美国旗，你要遵守很多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繁文缛节一大堆，而且美国法律规定你美国旗你必须雇美国船员，美国船又贵，而且还有工会，然后你还不能 fire 他，你 fire 他工会还罢工，所以美国船说那我不愿意挂，那我去别的国家买一个国旗挂上就完了。啊，新加坡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走上过这条道路，当时全世界就是挂旗最多的这3个国家都是小国啊，一个非洲的利比里亚，一个新加坡，一个巴拿马。
就是大家有时候大家回想起来以前看新闻，经常看到说，一艘挂新加坡旗的中国货轮，或者一艘挂新加坡旗的美国货轮在哪儿被劫持了等等。那最开始没办法，这个国家那只能靠能做什么做什么，政府就是灵活调整各种政策。我们人民没素质，那我们就先制造业努力，但是我们拼命的办教育，拼命的办教育。当人民有一点素质，我们就产业升级；当人民有一点素质，我们就产业升级。那到最后短短的10几年间，大家知道那时候叫亚洲四小龙起飞了。这亚洲四小龙都是谁呢？一个人口8倍于新加坡的，国土面积那么大的，有强大的美国保卫着的韩国，有这个台湾的那个面积当然是新加坡的很多倍啊，这个都不是很多倍，就是大家从地图上看一眼就能知道。然后新加坡大概只剩下台北那么大一点地方，然后人口多很多，最重要是台湾人口素质在最开始是远超过新加坡的，因为台湾人口是有200万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带着大量的教育、技术、资金等等。大家知道，台湾光从大陆带来的资金，就是当时在大陆的所有的银行的黄金、各种储备等等，都来到台湾。所以台湾是带来了钱，带来了200万大陆来的人才，这样在发展。台湾当时办大学的能力，那远远强于新加坡。台湾当时办大学是北大来的人办了台大，清华来的人办了清华，交大来的人办了交大，是从大陆带来大批的人才，建起了那么多好的大学，建起了那么多教育的制度。那连李敖的父亲到台湾只能做小学教师，那你说那么多优秀的大陆人才都是受过最好教育的，来到了台湾，所以台湾的起飞有赖于这个。香港就不用，香港依托庞大内地的整个的内地的支持，内地的市场也好，内地的人才也好，内地的物资也好，等等等等吧。新加坡孤悬海外，既没有韩国的那种那么辽阔的国土跟人口，更没有台湾的资金和人才，也没有香港背靠整个中国大陆的优势，一个孤悬海外的，这个应该说孤苦伶仃的一个国家，周围全都是跟我们主流民族不一样的民族的情况下，就是靠自己奋发努力，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靠政府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各个国家历史上也都出现过，我们信任这个政府，我们信任这个政党，我们信任这个领袖，但是有多少领袖有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这个李光耀为首的这个党最终没有辜负新加坡人民的信任，就真的是率领新加坡奋勇向前，在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建起了这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今天新加坡你看到不管怎么排，除了排人口新加坡排的是世界最后面，但是你排人均收入也好，排这个文明程度也好，创造力指数也好，这个最受欢迎国家也好，新加坡都光荣的在各个地方都排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华人在新加坡当时分成了其实是3种华人，一种华人就叫土生华人，这种华人就其实不是下南洋的华人，是当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留在那儿的，当然不是郑和本人留下的，大家知道郑和是太监了，郑和船队的那些人。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华人，这些华人已经在这，你看，咱明朝开始，在生活了几百年，他们已经跟当地的文化融合了很多，所以他们自己形成了自己一套土生华人的文化，包括他们自己的语言是融合了很多马来语的福建方言，包括他们的饭，他们的饭叫什么呢？大家在北京、上海都能看到这样的饭馆，叫娘惹菜。我们叫娘惹菜呢，因为他们的这些土生华人呢，男的叫巴巴，女的叫娘惹，所以呢，娘惹其实长得很好看，大家如果来新加坡来看的话，他们长得很窈窕淑女那样的，然后他们的服装也是跟当地的南洋特色结合起来，但是一种独特的服装，是那种非常显身材。大家如果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看到新航的这个空姐穿的就是这种婀娜多姿的，这是一种华人，但占的比例并不大，这个就先不讲，因为这些华人都比较温顺，而且他们本身就已经是本地人了。然后下南洋的华人们在当时分成了叫传统华人，就是以陈嘉庚为首的，当时坚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有难一定要毁家纾难，日本人侵略中国要去跟他干，然后中国需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要给中国捐大学，那是故乡，我们是中国人。然后这是以陈嘉庚为首的，当然以李光耀为首的就叫海峡华人，他们是已经好几代后面的移民，就是大家看到其实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第2代开始就坚定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包括你现在去问第2代移民骆家辉，你现在去问第2代移民 Jeremy Lin， 你去问林书豪，那他们都坚定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所以像李光耀他们已经是几代移民了，他们接受的是
英校的最好的教育，英国好的学校的教育，在新加坡建的最好的学校，然后又到英国去读了剑桥大学。李光耀这些华人当时叫海峡华人，为什么叫海峡华人？因为当时这儿最大的报纸，到今天也是啊，华文报纸就是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然后英文报纸就是海峡时报。所以海峡时报看海峡时报的这些华人，他其实不太会中文，然后就叫海峡华人。今天新加坡人，应该说40岁以下你去问，已经没有人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而且骄傲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而且非常以种族和谐相处为骄傲。新加坡人，你看我们去聊天的一个印度的新加坡，他又觉得我不是印度人，我新加坡人，我都第3代了，我对印度没什么感情，我觉得我是新加坡人。他开的公司的 partner， 他的合伙人就是一个华人，他们2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很好。然后你看到整个的到每一个饭馆里去，包括你去印度餐馆也看到很多华人，你去中餐馆也看到很多马来人等等，整个这个社会是一个，如果你来了，你会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社会。由于人民的自觉，由于政府的没有辜负人民的选择，最终做成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非常平和。我们晚上去吃饭，非常平和。我们问说，哎，那个东西在哪儿？那是一个 food court， 就是一个咱们叫大排档吧，不是他们这档，他会特别可爱的告诉你说，不是我这儿卖的，是那个在那儿卖，然后他离我多远，在什么地方，一点都没有说你都吃我的吧，什么都没有，非常平和。老太太卖我们酸甘水也是，开始拿2杯上来，突然觉得1杯好像不够多，又拿回去了，又拿了1杯满的放上来，就大家以一种非常平和的，但是文明的，但是又不是懒的，因为大家看到新加坡人民是很勤奋的。不然新加坡港口也不会一天进800艘轮船，新加坡航空公司也不会成为世界上多次评比排第1的这种公司，那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我觉得最后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诞生，一块地方能成立一个国家，这些人民在这里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性，就是新加坡人。我觉得首先和这个国家的移民从哪里来的有关。大家什么人去了西洋，什么人去了东洋，什么人来了南洋。去了西洋都是不安分的人，觉得老子要剪辫子，老子要自由，老子接受了西方的，其实不懂外语，但看了一本翻译的那个纳拉的《出走》，我要去西洋。那去东洋又是些什么人？大家看，蒋介石去了东洋，鲁迅去了东洋，东洋最后变成了中国辛亥革命的一个最大的阵地。你那里都是激进的学生，秋瑾在东洋，然后那些激进的学生们在那酝酿革命，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在西洋学习外语。学习各种各样的文化，学习科技，然后回来建设祖国。像南洋的是什么人？是最贫苦的，几乎是文盲，就是生活不下去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西洋，我们也没有热情去东洋，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就来到南洋。来到南洋干什么呢？用我们自己的最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意志，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一点。也没有其他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其他的那么多的思想理想去。所以是这样的人离开了中国，来到了南洋。所以南洋由这样一群中国人组成，他们的特点首先叫勤勉，第二，他们叫没有经过西洋东洋那些先进思想的洗礼，他们保持着中国忠孝礼义廉的儒家传统，始终保持着，就是信任你而且愿意帮助你，大家愿意合作，大家愿意在一起。因为下南洋的人是没有接受过西方的那些，接受那些东西，就哪怕我没钱，我可以去勤工俭学嘛。邓小平同志就是上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因为我接受了那思想，我1分钱没有，我也上船去法国。所以来到南洋的人，正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保持了中国最传统的那些东西，所以然后他们又没有接受那些什么上东洋西洋的洗礼，他们来到南洋，他们以最勤勉的坚韧的意志，勤劳的勇敢的精神，以及淳朴善良的中国的那些传统，建立起来了这块地方。当然还有靠海民族的本身带有的一种特性，大家知道靠山的民族永远相信人定胜天，中国自古教你愚公移山不怕。靠海民族没有人能 fight ocean， 没有人能跟海战斗，也没有人能敢于用自己的智慧或者小聪明去算计大海。大海是个什么东西？我的父亲出海了，我丈夫出海了，我儿子出海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们能不能回来？海上的风浪会不会饶恕他们？那只能是我虔诚，我虔诚的拜佛，我虔诚的拜道，我虔诚的拜每一个神，拜妈祖。我只有这样的虔诚，这样的善良，老天才会对我的父亲，对我的丈夫，对我儿子开恩，让他们从海上回来。所以靠海民族都有一种非常非常虔诚的那种习惯和传统。
所以只有他们，我觉得才值得有那个福报。这个福报就是说我赌了，我赢了。为什么我赌了我赢了，你赌了你没赢？因为我纯良，因为我安静，因为我平和，因为我简单，甚至因为简单而带来了勇敢，我愿意赌这个。而老天，我觉得老天开眼，老天对这样的人民给了他们福报，让他们赌赢了。再往后看很多年，首先这个国家一定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一定不会在某个时候消亡掉。那他能做到今天这个国际的金融大中心、国际航运大中心、国际各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当年加入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些老板们，最大的老板们都在新加坡呢。亚太区的老板，什么拍广告也是给人拍广告，说我们得汇报到新加坡去，因为我们这可口可乐亚太区总部在新加坡，然后什么什么唱片公司大老板总部在新加坡。那作为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值得热爱的一个国家，值得新加坡人民热爱的一个国家啊。当然，国家其实不好，也值得他的人民热爱。新加坡幸运啊。最后讲一讲这个新加坡的译文，这个我相信大家最了解的这个国外的译文，除了韩国、美国以外，就是新加坡。因为大家知道孙燕姿，大家知道林俊杰，然后大家会唱那么多歌曲，热爱音乐一点的人，当然都还要知道李思松、李伟松两位这个整个在华语音乐界顶级制作人，这是在华语音乐界毫不犹豫的一线的顶级制作人，他们又成功的制作过林忆莲、孙燕姿等等等等优秀的这些人啊。在这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新谣时代，这样比他们要老一代，其实不叫一代吧。岁数其实并不比思松、伟松大很多，但是他的出道以及他的民谣要比他们要更老一点。在80年代的时候，一个叫梁文福的一位优秀的年轻人，这个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马上大家就会听见，在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就要放他的叫《新加坡派》，这首歌非常好的描述了新加坡人的心态，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新加坡人民是怎么慢慢改变，我们怎么慢慢骄傲，我们怎么慢慢奋斗，然后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结尾。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听听梁文福的音乐，它是真正的民谣，非常贴近新加坡的生活和新加坡人民的心声。谢谢大家，这个美丽的其实并不遥远的新加坡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去新加坡来看看。下期再见。咱们正在聊很久以前，200年前、100年前南洋华人的这个创业史的时候，我又跑到南洋来了一次之前是因为春节去马来西亚，然后引发了这一系列，结果上礼拜我又来了趟新加坡我已经大概有10年吧没来新加坡了这次来是跟飞机上大部分人一样是来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有史以来最震撼的、最成功的、最大规模的当然也是收入最高的也是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度最高的这一次巡演叫时代巡演也是为这个东南亚各国差点这个打起来因为新加坡政府是说是每场赞助了多少钱？200-300万美金买下一个独家东南亚就独家在新加坡办当然不是全亚洲因为亚洲它还是先在日本办了然后就到新加坡，在东南亚是独家，导致菲律宾泰国都开始有点不满菲律宾的议员还痛批了一下，说这不是个好邻居应该做的事儿当然菲律宾的这个演出的环境各方面硬件跟新加坡还是不能比的他这个体育场我天太好了，简直这么大一个体育场顶还能开合，而且音响效果极其的好当然泰国也这个不太满意因为原来就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14年那会儿Taylor 办他那个叫 The Red Tour 红的叫红色的巡回演唱会，原来本来是14年6月要在曼谷办的，而且1小时就票卖光了结果那时候泰国突
突然发生军事政变啊 ，Taylor 就取消了这次巡演，而且公开斥责这个政变啊、独裁啊。这个 Taylor 是一个非常有明确的、勇敢的政治态度的艺术家啊，他不像好多人就藏着，咱不说这些事儿，他是一个明确的啊，支持堕胎、支持 LGBT 平权，然后支持女性觉醒啊，也支持民主党，这个非常的有鲜明的这个勇敢的政治态度啊，所以他就取消了那个巡演，然后随后10年里他都没去泰国演过。泰国的前进党领导人还在 Twitter 上，现在不叫 Twitter 叫 X 啊，那会儿还叫 Twitter 发声说 Hey Taylor 我是你忠实粉丝啊，我要告诉你上次政变取消之后，泰国已经重新回到了美好的轨道上啊，泰国人民希望你能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我和你一起演唱 Lavender Haze 啊，当然了最后就留在新加坡。在最逗的是前天就是周六吧最后一场Taylor 在新加坡的然后同一天在曼谷是 Coldplay 的演唱会也是顶级大乐队Coldplay 东南亚各国在他们叫盛事经济，就是举办这种盛大的活动这拼的不一般这个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几个走在东南亚经济最前列的，曼谷是在同时建2大厂子差不多今年就要都落成。然后澳门是去年刚落成了银河的一个特别像样的大厂子Blackpink 什么都上那儿演出去这个东南亚一带这个未来在文化上会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当然了Taylor 的演唱会不光是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是大家都拼了，大量的政治家亲自出面来邀请。加拿大总理Trudeau 小土豆也在 X 上用了他的 Taylor 的歌词 Cruel Summer 说别让这个夏天变成残酷的夏天，希望可以很快见到你。国会议员也申诉说希望你来加拿大开演唱会。他在美国巡演的时候还有城市把那个城市名字都改了。他的巡演的第一站在亚利桑那州的 Glendale 已经宣布说他在演出期间我们的城市改名了，改叫 Swift City。这轮巡演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超过10亿美元收入的巡演吧导致美国的最大的票务网站 Ticketmaster 都出了大问题好几百万粉丝花了钱拿不到门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竞争关系因为 Ticketmaster 的母公司 Live Nation 和这轮承办Taylor 巡演的 AEG 就是全球2最大的互相竞争的演出公司这实际上其实主要就是他俩。这次在曼谷的 Coldplay 就是 Live Nation 办的，然后同一天在新加坡的这个 Taylor 这是 AEG 办的当然我这是瞎猜阴谋论确实是因为太火了导致网站出了问题。我看的这一场是我看过那么多演唱会这么多年来属于最一线的优秀的演唱会虽然这之前我就看过2次了这个15年 Taylor 来上海我就去了，然后后来我还把他请到这个阿里来这个19年的双11晚会那我当然更要看了，这个就是阿里文娱主办的。但是这一次看感觉又升级了他本人的这个能力唱包括他本来他是个创作歌手，他是个音乐人，他不是那种靠跳舞什么那样表演型的歌手，但是他的整个的表演以及整个演唱会的设计都又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他的演唱我天这么长时间3个多小时唱了40多首歌这个是大概极少的，大部分演唱会20-30首歌吧，他唱了40多首歌，到最后都一点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走音，没有忘词，没有，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表现力
依然是能从头到尾贯穿，而且这已经是演了这么多场，光在新加坡就演了6场这中间歇了可能1天吧，等于连着演。据说身体还出点问题，但是整场表现是几乎无懈可击。无数次的大合唱就不说了非常感人的是，因为他的外婆就在新加坡待了很多年，叫 Margie， 他的外婆是一个歌剧的歌唱家所以他妈等于刚生下来就来了新加坡跟着他外公外婆，然后在新加坡度过了童年所以他在这儿专门唱了献给他外婆 Margie 的那首歌就叫 Margie 那首歌写得非常感人，是他外婆去世以后他写的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他歌词写得非常好。这 Taylor Swift 是极其少见的创作歌手里词曲都很好，而且唱的也很好。这个他的歌词而且特别有自己的风格写各种日常生活像日记一样但这首歌写的特别感人。他说 I should have asked you questions， 他说 I should have asked you how to be, asked you to write it down for me他说我其实应该早就问你问题等于遗憾嘛，去世了我应该早就问你应该怎么去做应该让你把这些都写下来给我。他说 should have kept every grocery store receipt， 他说应该把你所有去杂货店里买菜的发票都留着因为所有的这些细小的事情都会从我这儿拿走。我看你那些签名你所有藏在衣柜里的梦想全都留给了我但是这首歌写得很感人，就是我会努力实现你的梦想。因为他的外婆就是没有成为，但其实也没有人能成为 Taylor Swift 这个级别的这个是流行乐历史上应该算最大最耀眼的明星，而且尤其到了最近2年他身后都快没人了当然音乐风格不一样这可比性不多，我只是说从商业上成功来说他的身后已经看不见人了那个时候他来上海包括双十一晚会请他的时候还是有差不多级别的歌手，过了这几年已经没有了，他已经就一骑绝尘。他唱完了给外婆这首歌的时候还讲了一大段特别感人的话，他说我妈妈的童年大量的时间和她的爸爸妈妈和姐妹就在新加坡长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新加坡来演出，我妈妈都会开着车带着我路过她住过的老房子和她去上学的学校所以他说我在这一生里都在不停的听说新加坡的各种事儿，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做这样大的演出，和你们这些美丽的慷慨的带给我家庭光荣的这个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意味着整个世界，我爱你们，咱们今天晚上来狂欢。她的男朋友也在现场 Travis Kelce 是美国橄榄球的大明星，我是因为一直看橄榄球，所以每次看到他们那 Kansas 城 Chiefs 就是什么酋长队比赛的时候，只要他在场那镜头就特别多，这边一打阵然后或者打一个好球马上镜头给到那个包厢里的 Taylor。 Kelce 是跟着 Chief 队这个酋长队拿了3届超级碗了已经包括今年的这一届尤其前2届表现得特别好。他是 tight end 叫什么近端锋当然其实主要就是就当足球里的前锋吧所以他前2届超级碗还都有达阵，这一届情绪有点失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在现场然后表现得不太好，还冲那个功勋老教练吼了2句但是还是拿到了超级碗，然后在那个捧着奖杯怒吼Taylor 每次还下去抱着他落落大方。 Taylor Swift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艺人，他就没有大量的那种消化不了名利的这种业力名利是一种巨大的业力大量的人尤其到了很高的时候就难以消化难以承受，所以大家看到西方很多艺人一会儿酗酒了吸毒了乱七八糟了这个等等等等他都没有，谈恋爱也落落大方，反正好的就在一起，不好就分开，然后高兴了和不高兴了都写到歌里。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创作歌手，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其实你怎么消化这个名利带来的巨大的业力，很多人其实是没出口，要么就不能写啊，只能唱，那就这个出口就小很多啊，要不然就是把写和生活分得比较开，就没把生活和这个连在一起啊。Taylor 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把他的生活中的喜怒哀愁等等等等啊，包括他的这个政治态度各方面都写在歌里，而他的那出的专辑之多，这个创作之频繁，疫情期间还出了2张专辑在这个这么大压力的巡演中间，这么大密度，还得飞到这个 Kansas 城去看男朋友的球赛。我在这儿多说一句经常跟人开玩笑说，你猜 Kansas 城是哪个州的？大家都说你这不是开玩笑， Kansas 城当然就是 Kansas 州，其实不是， Kansas 城是在 Missouri 每次他还得飞到 Missouri 去看球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又写了一张专辑下月会发行，而且他的唱片水平之这个稳定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就是小年纪就出道，但是你看到很多小年纪出道的艺人长大了以后就变了很多很多，我们就不举名字了他一直很稳定从10几岁出道到现在35岁了一直创作水平也好，表演水平一直在提高创作的风格也一直在变，从乡村音乐变成流行音乐，然后还在继续的这个探索整体上特别的稳定，就这是一个内心极为强大的艺人，或者叫天生就应该干这个吧。人也特别好，因为我跟他接触这几次15年那次，那时候他还不坐私人飞机甚至到了洛杉矶连那个 VIP 通道都没有用，因为15年那次演出完，我们是一起从上海飞回洛杉矶之前是演出之前，我跟他妈和他经纪人一起吃个饭聊聊未来合作呀什么呀。那时候我刚刚当阿里音乐的董事长所以有很多想合作的想法，当然他们也是很热情，然后聊很多一起飞回去，我还很震惊，说就坐民航机就飞回去了，然后下了飞机就跟所有人一起排队，就那么入关。这我之前讲过还被那海关那哥们一看，我天，大明星来了，还故意问了好多问题，就为了跟他多聊会儿天。19年来双十一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忙，就是整个团队包公务机来，那我来操办这个事儿嘛。最逗的是整个的这个出行的飞机等等行程有另一家公司帮我们来分担了，那家公司办一个那个见面会然后于是我们出大头最大头，因为他要上台唱3首歌然后那家公司出小头，那大家一起把他请来，人特别好，也没有那么多挑剔的什么舞台那之前我在节目里讲过，我们本来是16年的时候请 Katy Perry 来，哇，那个坚决不用我们的舞台，非要把他的舞台从美国给运过来，结果我们还花好多钱把舞台从美国运过来，结果因为希拉里没当选，他那哭的这失声了，最后没来成。我们这儿海报都已经发了，然后舞台都给他运过来了，最后这事儿当然他们也赔偿了Taylor 就没有，而来了以后还觉得我们那舞台特别好。那当然我们那舞台是中国弄这些硬件的事情弄得非常好，那种特别先进的智能的一大堆6边形的，大家如果看的话还能看到当年双十一晚会的那舞台，自己那走来走去拼成各种样子特别好，特别敬业。然后还有好多好多朋友各方面的人拖过来说能不能让我女儿跟他合个影，然后弄得我都特别不好意思，这个一大堆人的女儿们这个在那儿排队，他特别好，这个一跟大家合影，而且他特别高嘛，他比我高，我是1.78米，5尺10，他5尺11他比他男朋友都高最逗的是这我看西方人闲的没事，有人还给列了张图，他那个男朋友们12个，然后弄了一个等差数列从低到高，他大概比其中4个都高，当然没有这个高这个橄榄球这是最高，他有6尺5那么高。Taylor 每次遇见比他矮的，当然大部分人都比他矮这个合影都
把身子斜过来，然后头也斜过来，就为了不给人家那种压迫感啊，特别好的一个人。当然了，艺人的好展示给整个这个所有的粉丝啊、媒体啊等等好，除了自己好，跟团队关系很大啊。他的这个团队，就首先特别稳定，这么多年就。他妈妈2个大经纪人，其中一个去年年底退休了啊，我还打电话给他聊了半天，还问他说：“那你退休了回老家吗？”他说：“那就不回了，就跟老婆一起就住在 Nashville 吧。”说这么多年在 Nashville， 因为 Taylor 10几岁的时候啊就去了 Nashville， 因为那是乡村音乐的中心嘛。然后他这么稳定的经纪团队这么多年在那儿，他说我已经觉得啊，他那经纪人说我已经觉得这儿是我家了，就不搬回老家了，就住在 Nashville 啊。这个2位大经纪人都特别好。这个啊，这次来新加坡看他演出，也跟他现在的大经纪人聊了聊啊，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啊，比如说啊来中国演出啊，希望以后啊未来能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吧。好，正好聊聊南洋华人的路上来了趟新加坡，所以跟大家聊聊目前啊，其实男的女的所有的音乐人都算上，目前应该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音乐人艺人了吧，这个 Taylor 的演唱会。今天要跑到古香古色的地儿来啊，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传统华人的奋斗在南洋。主要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吧，就叫说的苦一点叫南洋大学血泪史啊，说的励志一点叫南洋大学奋斗史，围绕南洋大学讲讲南洋华人的这个奋斗。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南洋大学，这个就跟大家很多人也没听说过北洋大学一样。这北洋大学现在还在啊，但是名字不叫北洋大学了，名字叫天津大学。但是这个天津大学一听感觉就是一地方大学啊，但其实北洋大学是最早的中国的国立大学之一，建校历史比清华老得多得多。然后北洋大学原来也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啊，但是大家好了，好像一听见北洋就老觉得北洋好像不太好。其实北洋也有做了很多好事，包括袁世凯当年办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袁世凯主政的时候抓起来的啊，包括中国的警察制度也是袁世凯这个设立的，中国的新军，中国的各种各样邮政、铁路啊，学了半天詹天佑，那詹条铁路就是袁世凯主持修的，只不过设计师是詹天佑，所以北洋还是立了很多功的，但是在后来的历史中间就慢慢的就变成一个负面印象，所以导致了这个北洋大学啊最后变成了天津大学啊。南洋大学大家就更没听说过了，但是今天就要讲一讲啊。南洋大学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啊，它在历史上存在了25年，在新加坡。这25年就是南洋华人的奋斗史，以及这个在世界大潮的，包括新加坡这个国家理想的浩浩荡荡中，那在新加坡政府的整个的倾向下吧，最后失败了。这个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南洋大学。首先，我上次在讲新加坡讲过，这个下南洋的华人和去西洋和东洋的华人是很不一样的华人去西洋呢，通常都是有钱人家孩子，那去接受新思想去东洋呢，是一大堆革命者，大家革命都孕育在东洋这个秋瑾也好，鲁迅也好等等。这个去西洋呢，再没钱他也是接受了新思想，就是比如说留法勤工俭学大家没钱，但是一些接受新思想的人去了，这个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虽然这个最后好像只有聂荣臻一个人获得了学位其他人就光勤工了，没来及俭学。然后但是呢，像南洋的华人是整个出洋华人中间的最贫苦，就是文化程度最低的，就是他只能到最恶劣的地方去，最艰苦、最炎热、最落后的南洋去。所以南洋华人呢，都始终存在这个教育程度不高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新加坡建国的时候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同时有没有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上建国。当然新加坡建国的时候是以海峡华人为主是这个政府里面但是新加坡同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华人群体他们叫传统华人传统华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说中文当然主要说福建话他们热爱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中国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能捐出大笔的钱中国抗战的时候他们能派自己的孩子回中国来参军这些华人就叫做传统华人传统华人就主要代表就是说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陈嘉庚陈嘉庚把自己的南洋奋斗这么多年的所有钱捐出来建厦门大学，建集美
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另一派海峡华人代表，海峡华人是不会说中文的啊，只会讲英文啊，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就是最典型代表就是新加坡的国父吧，李光耀。当然了，我们从华人角度来讲南洋大学，但是实际上一会儿我还要说到，如果抛开华人角度，从新加坡这个国家的角度讲啊，所以是非大家自己来判断。这个传统华人呢，原来是这样的，先在这个新加坡建立自己的华人的小学中学体系啊，当然是完全不被政府支持的啊，完全是私塾方式建立，然后政府是不支持建立华人教育。然后中学毕业以后呢，如果要上大学，几乎是回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好大学，在民国期间啊建立起来了，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北洋大学等等啊。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家知道跟整个西方那还打一大仗在朝鲜，那跟整个西方完全隔绝啊。新加坡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啊，包括中英双方的关系导致不可能再出现大批在新加坡中学毕业的这些华人回到祖国来啊。那个时候还叫祖国啊，现在新加坡已经没有人认为中国是祖国了。这就是李光耀为首的海峡华人的这个奋斗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也是对的。那一个国家的公民老觉得另外一个国家是祖国，那这个国家的自己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从哪里来？在那个时候，传统华人认为中国是祖国，但是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办呢？那中学毕业以后怎么读书呢？他们去英美的大学很难读，因为他们读的是华校，就是学的是中文，所以他们没办法去英美留学，那就迫切需要建立一所自己的大学。到今天为止，海外还没有一所这个中文大学。这个他们南洋大学是整个历史上唯一的一座在海外建立的中文的华人的大学。在南洋的华人们就开始说，那我们干脆自己建一所大学，因为华人第一代都是文盲，第一代都是下去打鱼，然后割橡胶等等，但是奋斗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这就是我们所谓传统华人的人生的理想嘛。那最后大家就说，那我们来自己建一所大学吧。那就当时由这个陈嘉庚的族侄，陈嘉庚当时已经回中国了啊，到中国当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之类的啊，他的族侄叫陈六史，陈六史当时南洋的橡胶大王，整个陈家都是那边的巨富。所以陈六史牵头，他当时是福建会馆的主席啊。大家知道新加坡华人主要是说福建话的，主要都是福建移民，所以福建会馆、福建商会啊，就是那儿最强大的组织。所以他身为这个商会的会长啊，自己率先捐出500万。大家知道500万当时是什么概念啊？这个新加坡当时500万块钱是能够建10座图书馆，因为当时南洋大学建校的时候就是50万就建一个图书馆，30万建一个理工楼啊，大概这样。所以陈六史这个率先自己捐出500万块钱，然后把福建会馆拥有的一块500亩的非常好，大家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弹丸之地500亩已经很大了，就由福建会馆捐出500亩土地，然后这个陈六史一带头，整个南洋华人，必须说整个南洋华人，而不是新加坡，不光是新加坡华人所以这所大学也没有叫新加坡什么华文大学、新加坡中文大学，而是叫做南洋大学在南洋的所有华人从各个角落富商巨贾踊跃捐款，然后贩夫走卒能做什么做什么。当时出现全新加坡1770名三轮车夫一拉，就是收来的所有钱就捐给南洋大学百乐门的所有舞女义舞妓女义卖这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大家都为了我们华人能在海外保持一点血脉，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后迅速就筹集了2000多万块钱的巨款。那当时是一大笔巨款筹集了以后开始建校园的时候就开始物色校长。当然大家南洋华人自己本身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当然大家就觉得应该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南洋大学校长，那大家才觉得不辜负南洋华人的这些心血嘛。最开始请的就是梅贻琦校长。那梅贻琦校长是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不但是校长，而且是清华大学最重要的一任校长清华大学从原来只是个留美预备学校跟北大呀、北洋大学这些大学是不能比拟的就是在梅校长的手里，把清华一手办成了一个中国第一流大学。所以梅校长当然当时在台湾的新竹重新恢复了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到今天是有俩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清华同学会是两岸清华合成了一个同学会所以这个梅校长等于先后建立了北京的清华大学跟台湾的清华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所以梅校长在整个华人教育界地位是极为崇高。那就想请梅校长来但是这个时候呢，
林语堂先生当然了是海外华人之光啊，也是华人拿这个英文写作的，我觉得第一人吧，就是最好的，就是作品我当然是非常热爱啊，人品也在这之前我也很热爱啊。但是林语堂先生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是福建人，林语堂先生是鼓浪屿人，就是他就是厦门人、闽南人，就是闽南人是在福建人还分了很闽东、闽北、闽南啊，闽南人是在这个新加坡最多的人啊。林先生就非常想去做这个校长。林先生先是接触了一下啊校董之一，有一位校董是林先生同乡。大家想象一下这场景啊，林语堂先生找这哥们儿是一商人，捐了很多钱做校董，说哎，我想去南洋大学做校长。以林语堂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威望，他怎么敢说？怎么可能说？啊，再加上福建人下南洋的人都保持中国非常忠孝礼义廉的传统，啊，所以他当然要说，肯定要说热烈欢迎啦这样的客套话。这其实当时校董事会是非常想请梅校长，但是林先生呢，就由于获得了这样一个口信，于是在美国就开了新闻发布会，说非常高兴南洋大学请我去当校长啊。于是这下可大家做难了，福建人大家知道最讲同乡义气啊，在新加坡的南洋华人一直都保持叫新客的茶钱这个传统，就是新从福建来的移民要由这些老移民给茶钱，这茶钱实际上就是生活费，就是让你先在这生存下来。就是整个南方下南洋的华人跟去西洋去东洋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完全没有接受西方那一套啊自由民主啊什么，他们保持着忠孝礼义廉的这种传统啊，所以又是同乡。然后林先生当然了国际威望也不低于梅校长啊，所以林先生一宣布，大家一合计说，那干脆就请林语堂先生来好了，反正又是福建人，这个国际上又是大师啊，虽然没做过校长，但是还是请林先生来。但是这个万万没想到啊，林先生虽然是福建人，是同乡，而且也是这个德艺双馨吧，大师级的人物。但是林先生在这个时候，这在林先生比较晚年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件事做的叫晚节不保啊。林先生来到了南洋大学啊，带来了他的女儿、女婿和侄子，女婿就做他的副校长，女儿做办公室主任，尤其是侄子做这个财务部长。然后就到了以后，首先要求南洋大学的工资，从校长到他要请来的各位教授都开出的工资当时是世界第一，就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哪怕是牛津或者哈佛开出过这么高的工资。那林先生当时说，我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嘛，那大家就得开这工资，不然谁来南洋那么热是吧？谁不愿意去剑桥，谁不愿意去耶鲁？那为什么要来南洋大学得开出这工资？然后董事会最后咬牙也认了，说那我们南洋穷嘛，那我们这地方不吸引人，那我们就开出最高工资啊。接下来林先生提出一项，说把校舍都推平，当时校舍已经建了2年了，在陈六史亲自主持下，说这些校舍太土啊，不符合我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个想法啊，要把校舍全推掉，然后由林先生主持重新建校园啊。这件事就已经不行了啊。当时大家就说这些钱啊都是南洋华人的血汗钱，这绝不能拿出来说开玩笑一样，说花了这么多钱又推掉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林先生提出一项是更加不合理的，是无法接受，在西方大学里也没有这样的。大家知道西方大学的基金，因为大家知道西方私立大学也都是大家来捐款啊，当然后来私立大学年头久了以后，像哈佛、耶鲁都有校友们捐钱，就反复就是一届一届的校友捐钱，然后成立这个基金。然后私立大学又没有政府拨款，全靠这个基金生活。那这基金除了校友捐钱以外，就是再去投资，有投资委员会。当然，在西方的所有的这种大学里，私立大学里，这个基金都是归校董事会来管理的，而不能由校长管理。校长只做学术和管理这2件事，不能管这个基金。但是林先生提出了这个非常过分的要求，要求把当时已经筹集到2000多万块钱，全部在他的管理下，就校董事会不能管理这些钱。他自己的侄子又是财务部长，他这个女婿又是副校长，女儿又是办公室主任，那等于就要把南洋大学变成林家的产业。这个时候，董事会实在是，虽然是董事会，大家大部分都是只10几个字的到南洋奋斗的老一代华人，对林先生非常非常尊敬，但是林先生最后提出这个要求，南洋大学董事会最终是不能同意了，说这个是南洋华人的血汗，不能轻易交出去给别人管理。那林先生最后居然是请了律师要起诉南洋大学董事会，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请的那个律师叫 Marshall， 这位律师拒绝为他起诉校董，因为律师都说这样的话，你在这是整个南洋华人的心血，你就为了自己这点
过分的要求去起诉董事会，说我自己作为律师我都觉得于心不忍。然后但是律师提出来说，我要不让你们两边坐在一起帮你们说和一下，等于说和解一次。于是就校董事会和林先生然后坐到了一起，然后林先生当然的一通的指责，最过分的是指责陈六史先生背信弃义，当时全场哗然。林先生虽然是闽南人，但是他是读教会大学，读英文大学，然后到美国读大学，他不了解这些他的同乡们，他不了解他这些同乡在南洋的奋斗。南洋是由于大批的文盲华人到了南洋，包括他们做橡胶，后来做到很大很大，就世界级的橡胶这个巨贾。但是南洋保持了一个诚信的传统，本来福建人就很诚信，南洋的橡胶业是不签合同的。大家知道橡胶是期货就是你种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我收你的橡胶。那你种出来这段时间这个国际市场上怎么变化，到现在橡胶都是重要的期货，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那我就一言九鼎。今天跟你说了就这价钱，到时候市场怎么变化，赔多少钱我也这个价钱收你橡胶。所以在南洋的橡胶业都是一言九鼎的人，都不签合同直接拿嘴说的这样的人。陈六史先生作为南洋橡胶业的领袖，作为福建商会的会长，在南洋是有崇高的这种诚信威望的。所以当林语堂先生指责陈六史先生背信弃义的时候，全场非常愤怒，非常哗然。你有文化，你博士，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南洋华人。这个我们虽然没文化，但是我们比有文化的人讲诚信。那最后就说，那林先生您要这么说，那咱们就别聊了，那就您开条件吧，就是怎么耽误您这么长时间来了这个小一年怎么让您能高高兴兴您回您的美国，我们南洋华人自己奋斗于是林语堂先生拿出一账单，说我那个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等等吃了这些饭，然后这个坐了这些车，买了这些汽油，等等吧，大概一共是30万5千，也不是几百，有整有零一直到个位数都有。30万就是能盖一个教学楼，当时南洋大学的理工楼就是花了30万建的，最大的图书馆才花50万建。所以大家就知道林先生要走的是多么大一笔钱。这个林语堂先生，我觉得这时候表现的那真的叫晚节不保。那最后董事会商量以后忍痛说，那由董事会赔你钱就请您林先生回吧这林先生完全没事，就赔我钱吧这个时候陈六史先生，就是被林先生指责背信弃义的陈六史先生陈六史先生拿出自己的支票，拿起笔说，建南洋大学的钱是所有南洋华人的血汗钱绝对不能花这些钱，由我个人补偿林先生。个人签了一张30万什么5600也不多少块钱的支票全场爆发热烈掌声给陈六史先生但是没有任何记载当时林语堂先生是什么反应什么表情，是作为一个天天到处跟人高风亮节的大知识分子，然后把这支票拿走了，就回了美国。南洋大学就又换了一任校长，然后在1956年，在完全不被政府承认的情况下，政府坚决不承认南洋大学是大学，所以南洋大学最后但是坚持要办，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是成立的叫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是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成立起来的，就是说你不承认我们是大学，我们也要把华人的血脉传下去，所以就以有限公司方式就成立了就招生了。你不承认我们学历，我们也要招生。那就在195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1956年这个还没有独立马来西亚联邦还没有独立呢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这个新加坡成立了这个南洋大学，第一批学生入学。然后南洋大学这个命运之多舛简直是难以想象。一开始呢当然是被拼命打压，不承认学历，不承认大学的地位，然后就是慢慢的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由于新加坡成立了自治政府，当然还没有完全独立，成立自治政府的时候就全民选议会开始进入到政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新加坡从自治政府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是一党，就是他们的李光耀先生这个带领的这个人民行动党一直是一党执政到今天。当然这一党是我在上一期说了，还好这一党没有辜负新加坡人民的重托新加坡人民就赌了，就一党一领袖他们确实做得不错整个的成绩到今天全世界有目共睹，在全世界今天号称进入 3.0 文明的这个时代里，能进入所谓的 3.0 文明的国家其实没有多少个，新加坡就是非常光荣的位列其中，就是已经进入到那个文明程度的国家。李光耀先生以及整个人民行动党政府当然干了很多好事造福新加坡人民。但是呢整个新加坡因为它不像西方的很多国家，整个人民的素质以及周围的恶劣的战略环境
以及自己的资源极度缺乏，导致这一党这一个领袖一直采取那种非常强势的政府的方式。大家知道，新加坡政府是全世界最强势的政府之一，那新加坡政府就可以立即强拆你，这个在中国今天都可能做不到。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只要说政府征用这块土地，政府依法只要给你周围平均价，你1分钱价不许还，你还价就根本不听你，直接拆你房，你要再来劲就抓你。那新加坡至今还保持着，只要危害国家安全，这国家安全很宽泛了，就可以立即不经公检法就逮捕你，而且无限期的关押。我一会儿就要讲到南洋大学这件事情。新加坡保持着非常严刑峻法，而且是这个强势统治。当然了，确实把新加坡建设得很好，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当时的新加坡政府，这个坚决认为应该有英语教育，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没石油，没煤矿，什么也没有，我们就是要引进外资，所以一直打压南洋大学。南洋大学自己也开始做一些小小的改动，也开始教一点英文，然后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最开始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呢，实际上南洋大学已经开始有一点跟大家能和解的这个，开始有一点，因为自治政府就不像英政府了，就英国殖民的政府，开始有一些获得政府同情等等等等，政府是甚至开始承认南洋大学是一所大学，只是在招录公务员的时候不承认南洋大学毕业生的这个本科学历，但是已经承认你是一所大学了。政府承认一所大学很重要，因为你这些学生还要去留学嘛，那你是一所正经大学，你毕业的，你到人家那儿，南洋大学那时候已经被欧美各个大学承认是一所大学，他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去读研究生的，政府也开始跟南洋大学沟通，承认他大学地位，等等等等，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进展，后来承认了一段时间的学历，但是这个命途多舛到什么程度呢？正好在马来西亚联邦要独立之后，然后新加坡要独立出来，就整个国家面临要重大的国运转折的时候，就是原来新加坡根本没有想过要独立，是被马来西亚联邦给踢出来的，因为其他都是穆斯林，可能有1、2个特小的邦不是穆斯林，就是马六甲什么槟城，但是新加坡作为最强大的经济的这么一地方，它不是穆斯林，它不是由苏丹领导的，它是由华人领导的，所以这个马来西亚联邦觉得这跟你待一起不舒服，然后就把它踢出来。新加坡作为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面临独立，面临风雨飘摇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当时是影响世界的震撼世界的。大家知道，在西方当时爆发了很多革命都要带着那个红卫兵的那个袖标，然后带着那种项章，举着那个革命是永远有荷尔蒙的，革命有满是激情的影响年轻人。当时香港也受到巨大影响和冲击，在香港爆发了很多红卫兵冲击等等等等，而且这股风潮也传到了南洋大学，南洋大学都是认为中国是祖国嘛，是传统华人所以他们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严重的影响，然后在人民行动党里面也受到了左派的重大影响，所以当时新加坡面临内忧外患，外患就是突然被迫独立，然后自己连军队都没有英国政府只保证军队再多留住2年保护新加坡然后自己作为国家的一切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突然受到左派的强大冲击，那所以李光耀最后没办法，只能采取这个铁腕手段，就是在一夜之间把当时脱离了人民行动党，自己成立了社会主义党的这个整个左派全部逮捕。然后当然这些左派有大量的是南洋大学的师生，因为南洋大学当时成了这个华人的一个阵地，那所以就爆发了激烈对抗，那政府开始抓人南洋大学学生就游行抗议，那政府继续抓学生，南洋大学学生绝食抗议，那政府继续推行，最后3000警察，新加坡一共才多少人？3000警察进驻南洋大学，就是整个封锁南洋大学，然后南洋大学最后做了特别艰苦的对抗，但是没办法，我应该这么说，作为华人来说，作为华人的情感来说，那我们当然都是支持南洋大学尤其是支持那些3轮车夫、舞女，所有的人为了保持华人的文化跟血脉做的那些拼搏跟努力。但是如果作为另外一件事去想，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是怎么诞生的，一个国家要怎么样才能稳定住局势，才能做最根本的前进，那我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我只说事儿，大家自己去想那当时政府是非常强势，绝不妥协，就一定要把这个左派给打下去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后来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游击队了，已经开始在印尼东南亚各国都有那些左派游击队。那新加坡是坚决不允许，而新加坡还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要首先弹压住最大民族，就是最大民族不能成为一个想干嘛就干嘛的民族。那华人作为占75%的出现那么多左派，然后所以政府坚决
以雷霆的手段，整个那个行动叫冷藏行动啊，就是全部把左派领导人，包括左派学生都抓起来，很多人关了20多年，甚至有关到现在的还有。这个就是南洋大学一个重大转折点啊。从那之后，南洋大学就开始失去跟政府对话的这个基础。那接下来政府强势推行英语教育，那大量关闭这个华人小学中学，因为政府就说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源，一穷二白的新加坡，新加坡既然能到今天，其实最大程度上就吸引了外资。那么把外国的轮船公司，把外国的航空公司，把外国的银行，把外国的所有这些东西那拉到新加坡来。如果新加坡不具备大批能说流利英文的这个毕业生和国民素质，我们拿什么去跟周围的竞争？那新加坡当时是最弱的最弱的。那今天新加坡在东南亚，在整个亚洲，在世界上都有一颗耀眼的明星。所以政府当时强势推行这个，就坚决的把华人小学、华人中学坚决的大量的关闭。只留大概不到10个中学还能以华文为主，在其他所有学校里，华文必须退到跟泰米尔语一样的外语。因为大家知道，新加坡成立的时候坚定了用马来语当了国语，虽然有75%的华人，但是就是为了跟周围所有国家稍微融合一点，因为周围各个邦都在说马来语所以新加坡定了马来语是国语，定了英语是官方用语。新加坡的人口是华人占75%，马来人14%，印度人9%。那华文后来就退到了被新加坡政府强势要求退到跟印度人带来的那9%的人说的泰米尔语一样，必须在学校里做外语教不能作为主要语言教。这叫什么？这叫釜底抽薪。因为南洋大学最重要的生源就是新加坡所有这些包括马来西亚这些华人的小学、中学毕业生。那如果没有这些生源呢，这个大学就难以为继。所以两头排挤这头是断你的生源，你没有大学没有生源。那英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当然他不会华语，他也没法到南洋大学来读书，他只能去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那上面干什么呢？就是我不承认你的学历。那虽然我承认你是个大学，但是政府招公务员的时候是不承认你的学历的。那不承认学历，再加上其他的私营公司现在都说英文了，也都是外资。南洋大学叫前面没有生源，后面毕业生找工作非常难。所以逼得南洋大学毕业生最后大量的就是出洋，那只能再去欧美去再读一个研究生再回来。那最后南洋大学竞争力开始就慢慢下降当然南洋大学中间也经过很多挣扎奋斗跟政府也妥协过，说我们也开设英语系，我们也教英语，然后各种各样的有妥协有斗争跟政府。那最后一直奋斗坚持到1980年，南洋大学建校25年的时候，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南洋大学最终就消失了，最终被并入了国立新加坡大学。那消失以后，南洋大学毕业生当然做了长时间的抗争南洋大学先后在25年毕业了12000毕业生，很多人都是今天新加坡国宝级的艺术家呀、作家呀这些人。但是新加坡整个政府还是由海峡华人把持的那也是对的。那就是说，如果你认同中国是祖国，那怎么能让你这些人来把持政府呢？所以政府始终都在说英文的海峡华人的手里把持着但是一是由于南洋大学的奋斗，就是这些毕业生们的坚持奋斗，因为南洋大学最后连校门遗址都铲除了，都没有了。南洋大学这块校址后来就建了一个新的大学，是国立的，叫做南洋理工。最开始南洋理工学院，后来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所有痕迹全部被湮灭，就是新加坡不能讲南洋大学历史。在新加坡的所有媒体上，今天电视里报纸上是不能提到南洋大学历史的。所以今天即使是新加坡的年轻人，很多人你问他南洋大学他也不知道，更不要说我们这边的中国人，香港人问很多也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在这讲，这个南洋大学代表了南洋华人的血泪奋斗史。南洋大学一直能坚持到最后，中间很多次被政府要求改名、改体制等等等等，都做微调，就坚决的不做大改。其实始终在说这一件事，说这是南洋的车夫们、舞女们、南洋华人们的血汗，这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的最初的理想放弃掉。那所以南洋大学1980年关闭了，但是呢，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南洋大学关闭了，新加坡崛起了，新加坡崛起成为世界最现代化的国家之后，中国在90年代中期又崛起了。新加坡这个国家呢，始终都是以公司式管理，就大家长一个董事长管理着这公司，就是始终以非常灵活的方式，就是说市场在哪儿咱们就向哪儿去现在西方有市场咱们学英文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崛起没问题，我李光耀带头学中文李光耀带头先学了福建话，后来又学了北京话，就是
北京口音的普通话，没问题。我觉得新加坡这个虽然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但是他们始终都以新加坡人民的福祉来奋斗，而不是说啊我有什么理想，我个人有什么主义啊，什么理想不使。啊，所以带头还把自己儿子送进了华校。大家知道，今天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是华校毕业的，当时只剩了那不到10个华校，把李显龙送进了华校。然后新加坡又开始恢复华文教育，因为要跟中国做生意嘛。再怎么说，大家血浓于水。虽然今天新加坡人也没有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了，但是都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以此为光荣跟骄傲。但是毕竟大家是一个种族的嘛，就像美国人再怎么着跟英国人还是亲呢，是不是？二战的时候，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向德国宣战了，德国又没找美国，那就是说我得找一茬人帮我表哥打仗去，所以至少是血浓于水。那跟新加坡跟中国做生意，跟西方做生意又是不太一样的情感。那开始学习华语，然后又开始引入华文教育。那现在在新加坡很多中学里啊，中英文并重，就并做，就都是第一语言去学习。那这个李光耀现在发表讲话经常用中文发表了啊，以前可是一句中文都不说的。然后这个时候又觉得南洋大学捂着这个事儿也不是个事儿，再加上南洋大学的校友们慢慢成长成整个新加坡社会的精英，这12000校友，那校友们一直在奔走说南洋大学怎么办啊？当然了，后来新加坡就说那这样吧，南洋大学不是并入了新加坡大学吗？那我们承认你们是新加坡大学的校友。南洋大学校友一律不同意，说我们不同意，我们现在接受是新加坡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友，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是南洋理工大学。现在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史啊。写校史的时候，原来南洋理工大学是1981年成立的，现在南洋理工大学把自己说我们是1955年成立的，从南洋大学开始，然后变成南洋理工大学，那要求说，那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们那也可以当做我们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嘛，也被拒绝。南洋大学校友们说我们就是南洋大学的校友，我们不是国立新加坡大学，也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啊，最后新加坡政府在近年很近的时候啊，把那个原来南洋大学的校门那个原址。啊，现在开始恢复起来了。现在到新加坡去可以看到那个门上面又恢复起当年南洋大学，但是只是恢复这么一点啊，以表示对今天成为新加坡社会中坚栋梁的南洋大学毕业生的一点点抚慰吧。但是至少大家还能看到有那么个东西，但是在媒体上还是不提的，不能提南洋大学这件事。南洋大学这件事是你能找出1000个10000个理由说这是为了新加坡好，为了这国家向前进啊，也不能保留一堆觉得外国是故土，外国是祖国的人啊，再有一个阵地。你当然有很多理由，但是作为捐钱的那些华人们，那从陈六使开始，而且陈六使是在这个冷藏行动中，陈六使被终生剥夺了新加坡公民权，到今天也没有恢复。那陈六使作为新加坡做出最大贡献的华人啊，捐资做了新加坡这么大一个大学，也是世界华人史上唯一的一个华人在海外办的中文大学，终生被剥夺了新加坡公民权。那就是说，所以新加坡政府可以找出1000万个理由，我们也都认同一个国家的诞生需要这些。但是作为我们华人自己心里，当然是觉得不对的，当然是觉得华人的奋斗、华人的这些努力是值得所有华人敬仰的，包括陈六使先生是值得敬仰的。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下回再见。